见此情形，楚风便想要出手，可只见李梦月手臂一扬，一道金色的光环便向楚风飞掠而来，那金色的光环竟将楚风困在了原地。这件事情已经与你无关了，现在是本小姐与他之间的事情，你就老实的在那看着，看本小姐是如何收拾了这个老东西的。李梦月此话说完，她的身上便开始散发出白色的气焰，那气焰就好像是热气一般，看上去并不神圣，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可是偏偏当那白色的气焰出现之后，李梦月竟然越战越勇，先前还陷入劣势的她，此时竟然开始与星宿仙岛岛主平分秋色，出现了，那就是紫星堂三小姐的力量，燃魂神体。场外的人们发出了惊呼。所谓燃魂神体，与寻常的天赐神体并不相同，这燃魂神体具有与寻常的天赐神体一样的力量，能够增强修武者的战力，但这燃烧魂体还具备其他天赐神体所不具备的力量，它可以用来燃烧自己的灵魂，以此获得更强的战力。当那白色气焰出现的时候，就说明李梦月她已经开始运用天赐神体燃烧自己的灵魂，也正因如此，她才能够与魔化的星宿仙岛岛主进行抗衡。这丫头疯了吗？居然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外人运用燃烧魂体的力量！见此一幕，紫星堂堂主的脸上皆是怒容。虽说燃魂神体并不会真正的将李梦月的灵魂燃烧，可却也会对其造成负担，那负担非同小可，所以除非逼不得已，否则就连李梦月也不会运用燃魂神体来燃烧自己的灵魂。可现在李梦月居然因为保护楚风而运用此等力量，这让紫星堂堂主极为不解，因为这是他的女儿啊，对于自己的女儿他再了解不过了。别看平时李梦月古灵精怪，像是一个小女孩，可是实际上李梦月非常的冷酷无情，她绝对不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女子。李梦月冷酷到了什么地步？她曾对自己的亲妹妹见死不救，所以紫星堂堂主才会不解，他实在不明白，如此冷酷的李梦月为何要帮助楚风。天际之上，轰鸣四起，涟漪涌动，李梦月与星宿仙岛岛主的战斗已经将那方天地的一切全部摧毁，这让人们感到震惊的同时，也是赞叹连连。李梦月的战力，人们只是听闻过，但却很少有人见过，今日一见，果然撩的。这从他能够与已经魔化的星宿仙岛岛主战得不分上下就看得出来。忽然之间，一道斩击横扫天际，紧接着一道身影倒飞而去。此时人们能够看到，那飞出战圈的人乃是李梦月。此时的李梦月已经没有了先前的从容，她的身上依旧散发着白色的气焰，但她却也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那紧张且难看的脸色让所有人都意识到她的状况似乎并不太好。而紧接着令所有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李梦月的脸上竟然绽放起了甜美的笑容。岛主前辈，我刚刚是与你开玩笑的，我只是想试探一下星宿仙法魔化的力量，今日一试，果然撩的，晚辈自叹不如。李梦月笑眯眯的对着那涟漪肆虐的战圈开口了。他此话落下，自那战圈之中传来了一阵冷笑，伴随着那冷笑，星宿仙岛岛主从中走了出来。此时他的身上依旧黑焰萦绕，看上去宛如恶魔一般可怕，而在他的手中比之先前则是多出了一物，那是他的半城尊兵。这让人们知道为何李梦月忽然不敌了。星宿仙岛岛主先前与李梦月交手乃是赤手空拳，而李梦月则是使用了半城尊兵，现在星宿仙岛岛主也将他的半城尊兵握在了手中，使其战力进一步增强，这才使得李梦月无法继续与其抗衡。我本不想杀你，是你要找死的，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星宿仙岛岛主此话说完，身形一纵，便再度向李梦月攻了过去。楚风，你自求多福吧。而李梦月此话说完，竟身形一转，开始向远处逃遁而去。他竟然要逃，但星宿仙岛岛主的速度显然更胜一筹，那黑色的气焰很快便追上了白色的气焰，并且拦住了李梦月的去路。你本可以活，但你非要死，今日老夫就成全了你。追赶之后，星宿仙岛岛主的攻势越发凶猛，手中的兵刃每次挥下都是奔着李梦月的命门而去。李梦月眼见逃不脱，便只能进行反抗，拼命的抵挡星宿仙岛岛主的攻势。可星宿仙岛岛主实在太强，李梦月节节败退，已露出难以支撑之势。这一幕不仅众人看得揪心，更是急坏了紫星堂堂主，毕竟这是他最喜爱的女儿，也是最器重的女儿。甚至站在紫星堂的角度，李梦月乃是紫星堂的未来，李梦月绝对不容出现闪失。庞悠扬，你给我快一点！紧张不已的紫星堂堂主在那座大殿之内怒吼起来。他知道现在就算他亲自出手也已经来不及了，等他到达紫星异界，找到李梦月和星宿仙岛岛主，恐怕李梦月已经被杀了。现在他只能将自己女儿的安危寄托在庞悠扬的身上。可是当星宿仙岛岛主再度出手之际，紫星堂堂主却傻眼了。这段斩击落下，李梦月手中的半城尊兵被其硬生生的击飞开来，而失去了半城尊兵的李梦月战力再度减弱，面对已经魔化的星宿仙岛岛主，根本就没有还手的余地。受死！伴随着一声怒吼，星宿仙岛岛主手中的半城尊兵对着李梦月便劈砍而去。这一击若是击中，李梦月的身体便会被劈成两半。可就在所有人觉得李梦月已然死去之际，突然火花喷涌，星宿仙岛岛主那已经落下的半城尊兵竟被人挡了下来。定目一看，众人皆是愣住了，是楚风。楚风竟然用一只手握住了那已经挥砍而下的半城尊兵。这一幕莫说旁人，就连紫星堂堂主以及李梦月也都是大为吃惊，就连星宿仙岛岛主也愣住了。因为楚风不仅用手挡下了星宿仙岛岛主的攻势，并且楚风的脸上没有一丝吃力之色，就好像他挡下这一击极为轻松。就在众人惊叹于眼前这一幕之际，
楚风忽然出手了，楚风的另一只手已经放在了星宿仙岛岛主的胸口。结束了。楚风此话说完，在其眼中便涌现出一抹狠色，紧接着星宿仙岛岛主便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人们能够看到，那身形巨大的星宿仙岛岛主肉身竟然变得扭曲，他的身体正在被楚风所炼化。很快，星宿仙岛岛主的身躯便彻底消散，化作气焰被吸入了楚风的掌心之中，只留下了他的衣服、乾坤袋、半城尊兵以及身上的其他宝物。而楚风也不客气，将那些宝物全部收入了囊中。楚风的举动是如此的自然，就好像一切都理所以当。可是无论紫星异界内的人，还是紫星异界外的人，无论是其他势力的人，还是紫星堂的人，此刻都已经说不出话来。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楚风的战力竟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原来，就算已经以性命为代价魔化后的星宿仙岛岛主，在楚风面前也依旧是不堪一击。这是何等战力？这才是真正的同等境界之下无人可敌吧。此时，所有人的心中都涌现出了这样的想法。忽然，一个巴掌飞掠来，落在了楚风的后背之上。原来是李梦月，你这小鬼，原来你能打过他？那你为何不早点出手？害得本姑娘燃烧了灵魂，还险些丢掉了性命。李梦月一脸埋怨地看着楚风，这位长老，你这可怪不得我，我叫你不要插手，是你自己非要出手，还用你的宝物困住了我。我以为你有本事对付他，谁知道你居然不是他的对手。楚风说道，你这意思是看不起我了？我好心帮你，你居然还挖苦我，你还是人吗？你！李梦月气得破口大骂，但几乎所有人看得出来，他并不是真的生气，更像是在与楚风吵闹。这个还给你。楚风淡淡一笑，说话间将那金环递给了李梦月。这金环乃是一件至宝，尤其融合李梦月的力量后，几乎比李梦月弱的人都难以逃脱此环的控制。当然，这金环是困不住楚风的。你这小子身上到底有什么宝物？我就不信，只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能够让你拥有如此力量。李梦月接过那金环的同时，也是用异样的目光打量起楚风。可忽然，他似是想到了什么，于是问道：“难道说你掌握了那传说中的龙变之感？”龙变之感，听闻这4个字，楚风竟脸色大变。龙变之感是什么？楚风赶忙问道：“装什么傻？龙变之感是什么？你会不知道？”听闻此话，李梦月也是一脸狐疑的看着楚风，是与界灵师有关的吗？请你告诉我，这龙变之感是为何物？楚风连连问道，他实在是太好奇了，因为楚风觉得李梦月所说的龙变之感，很可能就是他所掌握的那神秘力量。而见楚风如此关切这个问题，李梦月的脸上则是扬起了一抹坏笑。告诉你可以啊，叫我一声姐姐，我就告诉你。李梦月一脸坏笑的说道。姐姐，告诉弟弟吧。楚风爽快应下。你这家伙怎么？李梦月一脸的诧异，他本以为楚风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人，从他之前见到楚风那高冷的模样，以及楚风对星宿仙岛的大开杀戒，他便觉得楚风不会轻而易举的答应他这个条件。本来他是想难为楚风的，可谁曾想楚风竟然如此痛快的就应下了，这让他觉得他好像看错楚风了。姐姐，你从今以后就是我的好姐姐，我也是你的好弟弟，姐姐要照顾弟弟，所以姐姐，你快告诉我，这龙变之感到底是怎么回事？楚风情急之下，竟然抓住了李梦月的袖子，撒娇似的追问起来。我去，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明明之前还高冷的，像是我欠了你多少钱一样，怎么现在却又像是换了一个人？李梦月一脸的不甘心，楚风的所作所为打破了他对楚风的印象。姐姐，你快告诉我吧，你不是我的好姐姐吗？是你让我叫你姐姐的，你该不会是想不认账吧？楚风连连追问，且越靠越近，那个架势就好像李梦月要是不告诉他，他就要把李梦月活吞了一样。得，我说还不行吗？李梦月无可奈何，只得为楚风讲述起来。其实啊，对于这龙变之感，我也只是听闻，我也没有见过，因为只有中星域那些强大的界灵师才掌握这种东西。至于我们下星域，根本没有人掌握何种力量，所以对于龙变之感，我只是听闻。简单的说，这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才能够领悟的力量。这龙变之感一共分为9重，一重强过1重。龙变之感不仅能让界灵师的结界之术更为精湛，且每领悟1重，还可以让界灵师获得强大的战力。据说龙变第1重可以获得堪比2品至尊的战力，而龙变第2重可以获得堪比4品至尊的战力，龙变第3重便是堪比6品至尊，龙变第4重便是堪比8品至尊。若是能够达到龙变5重，那可就更加厉害了，将会获得堪比5尊的战力。李梦月说道。这么厉害？听闻此话，楚风内心掀起了滔天巨浪，一时之间难以平复。他已经确定自己所融合的那形态4龙却又非龙的神秘力量，就是李梦月所说的龙变之感。他已经掌握的神秘力量乃是龙变第1重，那个他所发现新的神秘力量便是龙变第2重。想必当他掌握龙变第2重之后，还可以发现龙变第3重的存在。但毋庸置疑，想要掌握这股力量绝非易事。尽管楚风现在已经掌握了龙变第1重，但想掌握龙变第2重绝非常之难，因为这所谓龙变之感简直比修武者的修为还要厉害。1重龙变之感相当于修武者的2重境界。比如楚风现在掌握龙变1重，依靠9龙圣袍和自己的血脉之力，楚风的战力能够在4品至尊境横扫一切，并且不用依靠半城尊兵这些至宝，只是纯粹的结界之力，就让楚风立于不败之地。这简直比楚风的修武者的战力还要强大。当然，能有此等战力，主要还是源自于楚风体内那来自其母亲的血脉之力。但话说回来，既然龙变1重能让楚风在4品至尊立于不败之地的话，那么龙变2重就可以让楚风获得堪比6品至尊的战力了。这样算的话，岂不是龙变3重就可以堪比8品至尊？楚风只要想一想，
都是激动不已，感觉自己的血液都沸腾开来。楚风修炼戒灵之术这么久，一直都是用来破阵和探险，至于与争斗、拼命相搏，依仗的都是武者修为。但今日楚风才发现，原来抛开父亲给他的天级血脉不谈，只是其母亲留给他的戒灵师的血脉之力，也可让他如此强大。喂，你怎么忽然变得这么高兴？你该不会以为龙变之感那么好领悟吧？我可是听说，当今圣光天河的最强戒灵师，洞察天师的师尊悟道圣尊，也只是龙变第5重而已。但哪怕龙变之感第5重，他已是拥有堪比5尊的力量。悟道圣尊能够成为当今圣光天河的最强戒灵师，正是因为他领悟了龙变之感的第5重。李梦月对楚风说道：“既然龙变之感第5重能够获得堪比1品5尊的战力，那也就是说，龙变之感第6重能够获得堪比3品5尊的战力，而龙变之感第7重则堪比5品5尊，龙变之感第8重便堪比7品5尊，至于龙变之感第9重便堪比9品5尊。”楚风连连问道：“传闻是这个样子的，但我也不清楚，因为圣光天河还没有人能够领悟龙变第6重。”李梦月话到此处，便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不对啊，你不是已经掌握了龙变之感吗？你能拥有4品至尊的战力，抛开至宝不谈，你也起码掌握了龙变第2重了吧？你是不是在耍我？你明明已经掌握了龙变之感，却还装傻，说你不知道什么是龙变之感。李梦月对楚风问道：“这是一个秘密。”楚风笑了笑，他的确掌握了龙变之感，但他只掌握了龙变第1重。怪物，你这家伙绝对是怪物，你还只是一个小辈啊！成为龙纹级圣袍戒灵师已经不得了了，居然小年纪就掌握了龙变第2重的力量。当今小辈之中，他是已经没有人能够强过你了。依我看，就算悟道圣尊的小徒弟，也是不如你，因为他的年龄比你大呀。李梦月又以夸赞的口吻对楚风说道。而对于李梦月的夸赞，楚风只是傻笑。对于李梦月所说的什么悟道圣尊以及其所谓的徒弟，楚风根本不感兴趣。楚风此时沉浸在得知龙变之感的喜悦之中，虽说自己的武者修为受到了束缚，短时间之内似是难以突破，可若是能够掌握龙变之感，哪怕依仗结界之术，楚风也能够在这浩瀚修武界闯出一片天地。此时楚风终于知道为何他母亲所在的势力七界圣府专攻戒灵之术，却也能够在这浩瀚修武界拥有那般强大的地位了。原来戒灵之术只要修炼到极致，便真的能与修武者抗衡。楚风与李梦月的对话，外面的人竟然也全部看到了，所以那些本不理解楚风为何能够拥有此等战力的人们，也都是恍然大悟。原来龙纹级圣袍戒灵师竟然还可以领悟更为强大的战力，便是所谓的龙变之感。当然在他们眼中，楚风已经掌握了龙变第2重，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楚风他只是掌握了龙变第1重。之所以能够拥有此等战力，靠的乃是2样东西。第一样是九龙圣袍，但最主要的还是第2样，那便是楚风的血脉之力。九龙圣袍虽是至宝，可至宝的力量终究有限，不可能一直发挥作用，可楚风的血脉之力却可以伴随他一生。可忽然之间，紫星异界之内传来了阵阵轰鸣，那轰鸣自地底传出，几乎覆盖了整个紫星异界。楚风能够看到山川开始塌陷，大地开始撕裂，仿佛这方世界都要毁灭，灰尘滚滚，直冲天际，轰鸣阵阵，哀嚎不断。但伴随着这毁灭景象而来的，还一股极为可怕的气息充斥这方天地，这感觉不太妙。感受着紫星异界内的变化，楚风环视四周，其眼中涌现出浓郁的不安。怎么回事？看到紫星异界的变化，楚风身旁的李梦月也是眉头皱起。这个景象简直如同末日降临，换作是谁都会不安。三小姐，你没事吧？可突然之间，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那声音明明是自远方传来，但当那声音响起之后，楚风与李梦月的身前便出现了一道身影，此人的速度可谓极快。于是看到这位之后，楚风的目光也是有了变化。虽然这位老者隐藏了自己的气息，但是楚风能够感觉得到，这位老者的修为一定在自己之上，这很可能是一位5品至尊境的强者。而老者那一句三小姐，更是让楚风知道，这位叫做李梦月的女长老身份并不一般。至于这位来者，自然便是庞悠扬。庞爷爷，我没事。李梦月说道。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那星宿仙岛岛主在哪？他先前竟敢伤三小姐，老夫绝不能放过他。庞悠扬说道。星宿仙岛岛主已经死了呀。李梦月说道。死了？庞悠扬老脸一变，眼中涌现出难以置信。当真？庞悠扬问道。千真万确，我岂会骗庞爷爷？您……李梦月一脸的认真。听闻此话，庞悠扬看向李梦月的目光竟有了欣喜之色。紧接着他便要开口，似是想要夸赞李梦月。不过不是我杀的，我可没有那个本事，是我楚风弟弟杀的。他可是掌握了传说中的龙变之感的男人，而且还是龙变第2重哦。李梦月将目光投向楚风，当得知不是李梦月杀的星宿仙岛岛主，庞悠扬的眼中明显闪过了一抹失望。可是听闻楚风掌握了龙变之感，他还是将目光转向了楚风。龙变第2重，庞悠扬开始仔细地打量楚风，但楚风却能够在他的目光之中感受到不一样的味道。这位紫星堂的强者对自己虽然没有敌意，但他的目光之中竟有些忌惮自己。正常来说，忌惮乃是好事，可是偏偏这位的忌惮让楚风感觉很不舒服。这种忌惮更像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就像是残暴的统治者发现了不稳定因素一般。老夫乃紫星堂太上长老庞悠扬，幸会楚风小友。一番打量之后，庞悠扬倒是客气地介绍起自己，晚辈楚风，拜见前辈。楚风虽意识到庞悠扬可能不是善类，但也是面带笑意，客气回礼。至少在撕破脸皮之前，楚风还是要保持礼节。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能有如此修为，应该是老夫有生以来见过最厉害的天才了。庞悠扬对楚风夸赞连连，前辈客气了。楚风笑着说道：“庞爷爷，楚风弟弟，你们两个先别客套了，快看看这紫星异界内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旁的李梦月说道，并且此时李梦月的目光已是看向了头顶之上。原来此时的虚空之上已是有了更大的变化，虚空之上的茫茫白云隐隐间形成了一张巨大的脸孔，那张脸孔虽然很是模糊，看不清具体轮廓，但却并没有恐怖气息，反而尽显神圣之感。悠扬大人，忽然有声音响起，原来是有一大队人马靠近，是苗氏天族的人。在此之后，其他势力的人马也全部来到了这里，就连玄冥世家也是赶到了，并且他们赶到的时间还非常的接近，在短时间之内先后赶到此处。你们怎么都到了这里？庞悠扬问道。毕竟之前的他们分散在各地，所以庞悠扬不太理解他们为何忽然都来到了这里，应该是星陨石吸引他们来的。楚风说话间，手掌摊开，看向了自己手中的星陨石。此时楚风的手中有着2颗星陨石，一颗是从星宿仙岛太上长老手中抢回来的，而另一颗是从星宿仙岛岛主那里夺回来的。但眼下这2颗星陨石都有了变化，光芒闪烁，就好像是受到指引，而那指引他们的正是此时头顶之上那茫茫白云中的巨脸。的确是星陨石指引我们来的，只是这位小友，你的手中怎么有2块星陨石啊？苗氏天族族长不解地看着楚风，同时在场的其他人也都在用各种复杂的目光看着楚风。他们只能看出楚风是楚氏天族的人，但楚风具体是谁他们都不知道，可他们却知道楚氏天族的星陨石被星宿仙岛抢走了，楚氏天族已经离开了紫星异界，所以当楚风出现在他们眼前时，他们就已经非常的不解。当看到楚风手中竟有着2块星陨石，就更是感到不解了。他手中的星陨石，一颗是楚氏天族的，另外一颗是星宿仙岛的。李梦月解释道。听闻此话，各方势力的脸上都涌现出了别样的变化，有震惊，有不甘，也有不敢发泄的怒容。在他们看来，楚氏天族的人不可能从星宿仙岛手中夺回星陨石，既然眼下这位楚氏天族年轻人的手中有着2块星陨石，并且他又与紫星堂的人走得如此之近，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是紫星堂帮他夺回的星陨石。晚辈不想冒犯，不过紫星堂不是说好不插手这紫星异界内的事情吗？为何紫星堂要帮助楚氏天族呢？这样有失公平吧？忽然一道不悦的声音响起，说这话的乃是玄冥世家的少主玄一行。旁人不知道楚风是谁，但他可是知道的，他对楚风本就心怀恨意，眼下楚风竟还得到了紫星堂的帮助，他就更是不爽了。极度不爽之下，他也是失去理智，竟当众指责起紫星堂的行为。一行不得无礼。猛然间一道怒喝便随之响起，乃是玄冥世家的家主玄天鹏。此时的玄天鹏一脸的愤怒地盯着玄一行，那个模样恨不得狠狠地教训玄一行一顿。他之所以如此愤怒，自然是玄一行没大没小，在庞悠扬和李梦月面前说出了不该说的话。悠扬大人，三小姐大人，我儿管教无方，还请见谅。紧接着玄冥世家家主也是赶忙向庞悠扬和李梦月抱拳施礼，以表歉意。可很快他又站起身来说道，不过小儿的话虽然多有冒犯，但其实也并非没有道理。若是紫星堂真的帮助了楚氏天族，那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的确有失公平。听到这里，所有人都明白了，这对父子俩一唱一和，简直就是在演戏，是在暗讽紫星堂。但偏偏没有人责怪他们父子俩，因为他们2人说的话也是各方势力的人想说的。若是紫星堂真的帮助楚氏天族，那他们也就不要在里待了，更是没必要争了，而是应该直接离开这里。毕竟这里是紫星堂的地盘，若是紫星堂要帮着一方势力，他们谁能斗得过？而对于这种情况，庞悠扬也是笑了。紫星堂不会插手你们之间的事情，但楚风小友手中的星陨石有一块的确是属于星宿仙岛的，不过这不是老夫帮着抢来的，而是他自己抢来的。若是玄冥世家家主你想抢夺他手中的星陨石，老夫绝对不会阻拦，但我劝你三思而后行，因为星宿仙岛的岛主已经死了。庞悠扬说道。什么？星宿仙岛岛主死了？听闻此话，莫说玄冥世家家主，在场的所有势力都是神色一动。直到此时，大部分人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个楚氏天族的年轻人就是楚氏天族的那个天才楚风。但大家如此震惊的并不是楚风的身份，而是星宿仙岛岛主。星宿仙岛岛主那可是10大势力之中公认的最强者，他这种存在怎么会死？而且还是紫星堂不插手的情况下死的？难道说是被强大的紫星异兽所杀？可是听庞悠扬的话中之意，显然不是如此啊！难不成是这个楚风做的？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楚风，所有人都在用那惊讶并且有些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楚风。他们自然怀疑，因为他们无法相信一个小辈怎么可能拥有此等力量，将那等强大的星宿仙岛岛主抹杀。不用看了，就是我弟弟楚风做的。你们若是不信，等一下出去问问外面的人就可以了。李梦月说道。问问外面的人？听闻此话，众人更是一脸茫然。这紫星异界内的事情，为何要问外面的人？你们一直待在紫星异界之内，外面的变化并不知道。紫星异界的变化其实早就不仅仅限于紫星异界之内了，在紫星异界之外也是出现了异象，异象遮天，映射出了紫星异界内的一切，诸位的一举一动，紫星异界之外的人都是看得清清楚楚。众人不解之际，庞悠扬解释道，那岂不是说他真的杀了星宿仙岛岛主？此时众人明白了，李梦月不可能说谎，那他既然说的是真的，也就说明这个楚风真的强大到了连星宿仙岛岛主都不是他对手的情况下。得知真相，各方势力
再度看向楚风，目光变得极为复杂。但此时脸色最为难看的，就要数玄冥世家的众人了。因为楚风与玄一行的过节，之前玄冥世家家主更是率领玄冥世家的一众高手去拦截楚氏天族，找楚风麻烦。可谁曾想，楚风竟然如此强大。想到这里，玄冥世家家主忽然想要感谢红衣圣地了。当日若不是红衣圣地掌教出手阻拦，他们必然要狠狠地教训楚氏天族。但那样一来，就一定会惹怒楚风。那今日死的就不是星宿仙岛岛主，而是他玄天鹏了。想到这里，玄冥世家家主竟勃然大怒，大袖一挥，啪的一声，一道响亮的耳光便落在了玄一行的脸上。混账东西，既然如今见到楚风少侠还不跪地认错！玄冥世家家主对他玄一行怒吼道：“父亲您！”玄一行一脸茫然，一时之间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给我跪下！而玄天鹏则是抬腿一脚，将玄一行硬生生的踹的跪在了楚风面前。随后，玄天鹏竟满面歉意的对楚风抱拳施礼：“楚风少侠，之前我儿不懂事，对楚氏天族多有得罪，还请不要介意。其实之前就想带着我这不孝的儿子去找你们道歉的，只是不曾想红衣圣地掌教对我有所误会，误以为我是要找你们麻烦，所以此事就不了了之。今日既然见到了楚风少侠，那这件事就必然要有一个了结，还请楚风少侠大人有大量，给我儿子一个机会，原谅他所犯下的过错。”玄冥世家家主说道：“他竟然当众认错，可是所有人都知道，他当日是找楚氏天族麻烦的，根本就不是认错。”于是许多人的眼中都是露出了鄙夷的目光，心想着玄天鹏可真是不要脸啊。而对于真相心知肚明的楚风只是冷笑一声，根本就没有理会玄天鹏，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虚空之上。之前的过节都先放一放吧，现在要紧之事是解决这紫星异界的变故，否则我们都要死。楚风说道：“都要死？”听闻此话，众人皆是神色一动。楚风弟弟，你不是说大家被引到此处是新饮石受到指引而来吗？而新饮石只会被天地能量吸引，按理来说此处应该蕴含浓郁的天地能量才对，你为何却说此地很危险？李梦月很是不解地问道。与此同时，其他人也用那好奇的目光看着楚风。那头顶的云层之中的确蕴含着强大的天地能量，但那天地能量可并不友善，反而极其危险。楚风说道：“危险的天地能量。”听闻此话，众人越发不安。不仅此地危险，如今整个紫星异界都很危险。我若没有猜错，我们就算现在就算想要离开这紫星异界都是不行了，必须破开眼前这个局，才能安然离开。楚风说道：“什么？按照你的意思，我们是被困在这里了？”听闻此话，众人皆是大惊。没错，对于众人的疑问，楚风给予了确切的回答。真的假的？可当楚风给予确切的回答之后，众人却是眉头紧皱，表示半信半疑。他们虽然已经知道楚风抹杀了星宿仙岛岛主，楚风这个小辈的确是一个狠角色，可眼前的景象他们却也都看得清楚。虚空之上，茫茫白云，虽说白云之中隐隐间浮现了一张巨大的脸孔，可那脸孔并不恐怖，从那其中也感受不到任何威胁。最主要的是，无论是那云层中的脸，还是那浩瀚云层，都没有任何线索。既然他们什么都看不出来，那楚风他凭什么就能断定此地很危险，并且还能断定紫星异界的入口已经封闭？这也太玄乎了一些吧。然在众人对楚风表示怀疑之际，紫星异界外的人海却早已经炸开了锅。他们身在外面，能够看到紫星异界内的一切。楚风说的没有错，紫星异界内的入口和出口已经关闭了。起初他们还不知道为何那个入口会关闭，还以为是紫星堂做的，直到听到楚风说的话后，他们才明白，原来那入口关闭是紫星异界内的变化所致。事到如今，他们再一次被楚风的表现所折服。楚风这等观察手段绝对不是寻常龙纹级圣袍能做到的，这楚风实在太可怕了。站立不谈，这等观察力简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道说这就是掌握了龙变第二重的圣袍界灵师的本事吗？外面的众人惊呼不断，但楚风却并不知道外面之人对他的夸赞。楚风就算知道，也根本懒得理会。楚风没有精力去顾及其他事情。楚风既然已经看出了此时这紫星异界的危险，自然也在思考该如何化解这样的险境，否则不仅其他人要死，楚风自己也要死。轰鸣阵阵，在那茫茫星号之中，出现了无数道雷霆，无数雷霆汇成了雷海，在云层之中奔腾咆哮。但那雷霆体积巨大，宛如道道巨龙，欲将云层撕裂。星号，这是散发着威势的雷霆，每一道雷霆都蕴藏着毁灭性的力量。但值得一提的是，这雷霆皆是白色，虽然威力强大，但看上去并不星号，反而光芒闪烁之间显得格外耀眼，且颇为神圣。那种感觉就好像若是众人不去招惹他，他就算威力再强，但也不会伤害众人一般。但那雷霆终究是危险的，所以当雷霆出现之后，紫星异界内的众人也是纷纷将目光投向楚风，眼中或多或少涌现出了一些惭愧。事到如今，他们已经不得不相信楚风了。楚风说的没错，这里的确很危险，危险到很可能会要了他们的性命。那虚空之上，白色的雷霆就是最好的说明。楚风少侠，我们现在当怎么办？于是先前还对楚风表示怀疑的许多人，此刻都纷纷向楚风求助。虽说楚风是此地年龄最小的人，本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后辈，但毋庸置疑，楚风却是此地唯一一个能够看穿一切，也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带他们离开这里的人。于是就连这些老一辈的强者，包括一方霸主，也都已经把楚风当成了他们的主心骨。不要轻举妄动，尤其不要去触碰那雷云，若是触碰了雷云，会有雷劫降临，那个时候就没有回头路了。除非有人能抗住雷劫，否则所有人都要死。
这紫星异界都要毁灭。楚风说道。这雷劫会降下来。听到这里，众人更加害怕了，但同时却也对楚风的话深信不疑，没有人敢轻举妄动。楚风小友，可有破阵之法？庞悠扬对楚风问道。此劫既是阵，就定然有破阵之法，只不过此阵极强，破绽极少，我需仔细观察，才能找到破阵的方法。楚风说话之时，目光却未曾离开那云层。旁人看不出楚风的目光有多特殊，但实际上楚风一直用他的天眼来观察那雷霆变化。好，大家都不要轻举妄动，听从楚风小友指示。见状，庞悠扬也是以命令的口吻说道。虽说紫星堂不参与紫星异界内的事情，但是现在却是非常时期，若稍有不慎，所有人都要死。这种时候，庞悠扬必须发挥出一个领导者的威压。对于庞悠扬的话，众人纷纷表示赞同。实际上，就算他不开口，也没有人敢轻举妄动。可就在此时，那星号的雷霆之中，忽然散发出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感受到那股气息，人们手中的星陨石居然开始剧烈的颤抖，而人们更是纷纷抬头观望，在他们的眼中和脸上都涌现出了贪婪和向往。原来那是极为强大的天地能量，强大到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疯狂。而仔细一看，人们能够看到，在他们头顶之上，那云层之中有着一道各位明亮的光芒体。那光芒体似是一个人形，可却只有一个轮廓，而那令所有人为之疯狂的气息，正是那人形光芒体所散发而来。难道说那是传说中的至宝？此时，所有人都想到了同一件东西，那就是这紫星异界内隐藏的至宝。众人发出惊叹的同时，双眼都在放光。若是往年，就算紫星异界出现这传说至宝，也不关他们的事。可是今时不同往日，星号，此处之前，紫星堂可是许诺过，他们在这里得到的一切都归属他们，包括传说中的修炼至宝。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得到这传说中的修炼至宝。猛然间，雷霆变化，雷霆交错之际，竟然在那云层之上形成了8个大字：远古神物。能者得知，由于雷霆变化，那8个大字的位置也在不断变化。可不论怎么变化，它都在围绕着那道人形光芒体。这雷霆竟然在引导众人去夺得那修炼至宝。等待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你，天意，这可真是天意啊！看着虚空之上的变化，紫星堂的星号长老庞悠扬，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疯狂起来。前辈，你可不要想着去夺那宝物，宝物由雷劫守护，你若靠近，会触发雷劫，不仅你要死，我们都要死。楚风对其警告道。修武一途，乃逆天夺修，喂，踏出的哪一步，不是在生死边缘？今日有如此重宝，在我辈面前，岂有退缩之理？庞悠扬此话说完，便身形一纵，直奔那雷劫飞掠而去。糟了！见此一幕，楚风脸色大变，因为他拦不住庞悠扬，而既然拦不住庞悠扬，也就等于无法阻止那雷劫的降临。庞悠扬刚刚靠近雷云，便有一道雷霆劈落而下，那白色的雷霆宛如白色巨龙，在那雷霆面前，庞悠扬的人类身躯显得极为渺小，宛如蝼蚁。眼见雷霆落下，庞悠扬还想躲避，可是雷霆比他还快，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那雷霆便落在了庞悠扬的身上。雷声还未消散，庞悠扬的身影便浮现在了众人的眼前。只是此时的庞悠扬已如断线的风筝，正自高空飞落而下。庞悠扬身上焦黑，如被烈焰焚烧过一般，已是面目全非，正自高空飞落而下。而他的哀嚎声更是能够让人们想象他此时承受着怎样的痛楚。堂堂紫星堂的太上长老，竟连一道雷霆都无法抗住，并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这让所有人都真正的感受到了那雷霆的威力。庞爷爷。而此时，李梦月便准备上前，想要接住那坠落下的庞悠扬，别去。可楚风却是赶忙伸手拦住了李梦月。与此同时，楚风手臂一抬，便有结界之力如导涌的瀑布一般，在其掌中飞掠而出。那结界之力将庞悠扬拖住的一刻，在庞悠扬的体内竟然开始立刻释放出无数道细小的雷蛇。那雷蛇也是白色，与雷云之中的雷霆有着同样的气息，虽然不如雷云之上的凶猛，却也是不容小觑。空间都被撕裂成了粉碎，并且那雷蛇开始顺着结界之力向楚风蔓延而来。好在楚风早有预料，不仅断开与结界之力手臂的联系，那雷蛇无法攻击楚风，便在虚空肆虐了好一会之后，才渐渐减弱。谢了。见此情形，李梦月看向楚风，眼中充满感激。若不是楚风阻拦，他定会亲自出手将庞悠扬接住。但那结果就是隐藏在庞悠扬体内的雷蛇涌出，向他攻击。那雷蛇如此凶猛，他恐怕难以承受，就算不死，也必然要身负重伤。是楚风让他躲过了这一劫，现在可不是说谢的时候。楚风催动结界之力，将庞悠扬的身前带到了李梦月的身旁，但楚风的目光却始终盯着头顶之上的雷云。虚空之上，雷霆汹涌，比之先前变得更加可怕。但最可怕的是，那雷云正在缓缓降落，从天而降。如楚风所言，触碰那雷霆之后，引发雷劫降临。楚风少侠，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看着此时的变化，几乎所有人都慌了。那雷霆太强，只是一道就让五品至尊境的庞悠扬险些丧命。若是那亿万雷霆劈落而下，他们所有人都要飞灰烟灭。事实上，不仅场内的人恐慌，就连场外的人也是不希望看到他们死去。可那雷劫太强，且紫星异界已是没有出路，谁都不知道该如何解救他们，哪怕紫星堂堂主也不知道当如何解救。事到如今，只能冒险一试了。楚风再度开口了，他此话说出的时候，语气极为平静，就好像他已经做了某个决定。楚风，难道你要挑战那雷劫？李梦月问道。楚风少侠，万万不可呀！连庞悠扬大人
都难以经受得住那雷劫的一击，你怎么可能抗得住？见楚风要挑战雷劫，其他人也是纷纷劝阻，此等雷劫根本就不是凭借修为能够抗得下来的，靠的乃是毅力以及方法，反正横竖都是死，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冒险一试。楚风说道。楚风少侠，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吗？众人纷纷问道，并不想楚风冒险。其实就算楚风死了，他们最多心有惭愧，但不会多么难过。但楚风却是眼下唯一能够看破雷劫的人，倘若楚风死了，他们就真的只能坐以待毙了。之前也许还有其他方法，但触发雷劫之后就没有其他道路可选了，只能选择抗下此劫。若是诸位有这个胆量，也可一试，也许能够助我一臂之力。楚风说此话的时候，看向了在场的众人，可是面对楚风投来的目光，众人却是纷纷闪躲，没有人敢与楚风对视。在庞悠扬出手之前，他们的确有人动过挑战那雷劫的念头，毕竟如此至宝，他们不想错过。可当亲眼看到连庞悠扬都难以扛下那雷劫之后，他们深知就算出手也是找死。而见众人如此，楚风也是笑了笑，随后抬头观望，将目光投向了那漫天雷霆。看来这雷劫只能由我来挑战了。楚风话音刚落，他的衣衫便开始随风舞动，猎猎作响。楚风的身体开始向那雷劫靠近，但楚风与庞悠扬不同，他没有以最快的速度向那漫天雷霆直冲而去，反而是缓缓升起。紧接着，人们能够看到楚风的身上开始释放出雷霆，那雷霆也是白色，但那雷霆并没有伤害到楚风，这让人们不解，不明白为何楚风的身上会有如此变化。我知道了，楚风少侠他是用结界之术化作雷霆，伪装自己。很快有人开口说道，而此话一出，也是立刻得到了众人的赞同。这的确是一个方法，不过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楚风少侠了，毕竟他戒灵之术精湛，除了他我们都没有办法伪造那雷霆。希望楚风少侠能够成功。此时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楚风成功，毕竟楚风承载着他们最后的希望，若是楚风失败了，那也就预示着他们都要死。成功了，楚风少侠他好像成功了。眼见着楚风距离雷云越来越近，可却没有雷霆劈落而下，有人眼中露出喜悦之色。庞悠扬先前只是接近雷云，还并未真正靠近，就有雷霆劈落而下，但此时的楚风相比于先前庞悠扬被劈中的距离则是更近，尽管雷霆也在涌动，可却也没有攻击楚风的态势，这让人们觉得很可能是楚风的战略成功，是他用结界之术的伪装成功骗过了那雷劫。可是这种想法刚刚产生，那雷云之中的轰鸣就变得格外刺耳，而那奔腾的雷霆也变得越发疯狂。见此情形，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他们感觉到了那雷霆的变化乃是一种极为不祥的预兆。猛然间白光闪烁，漫天雷霆同时劈落而下，直奔楚风而去。不过眨眼之间，楚风已被那亿万雷霆所覆盖。这一刻，楚风的身影消失不见，这一刻，楚风的气息消失不见。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有那漫天的雷霆包裹住了楚风先前所在的位置，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只有那恐怖的威势席卷这方天地。糟了！见此情形，在场之人皆是面如死灰，他们最不希望发生的一幕终究还是发生了。楚风的结界之术并没有成功欺骗过那雷劫，反而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攻势。想一想，一道雷霆都足以重创庞悠扬，这亿万雷霆同时轰在楚风身上，且还在疯狂的肆虐，莫说是楚风，就算是紫星堂堂主也是必死无疑啊！亿万雷霆从天而降，不断的轰击在楚风所在的位置。在这种轰击之下，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楚风定然早已魂飞魄灭，所以他们也感到不解，既然楚风已经飞灰烟灭，为何那雷霆还是不断的向楚风所在的位置发动攻势呢？并且这攻势竟越来越凶猛。不解之下，众人的目光反而锁定在楚风所在的位置，而没有转动，因此没有人注意到那云层之中人形光芒体竟然低下了头，就好像他也在注视着楚风所在的位置一般。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有着一道目光从那人形光芒体的眼中射出，刚好落在了楚风所在的位置。只不过那目光太过隐晦，没有任何人能够察觉得到，哪怕是楚风也察觉不到。那目光高高在上，宛如神灵藐视草芥，且其中竟也充斥着戏谑之意，就好像此时对楚风的轰击就是楚风挑战他的代价，而他则是在惩罚着楚风。可忽然那目光有了变化，先前还高高在上的他眼中竟涌现出了极度的震惊与恐惧，但恐惧过后，在其眼中又涌现出了喜悦。忽然之间，那雷劫却又有了变化，亿万雷霆就好像遇到了强大的吸力，竟然从云层之中抽离，向同一个方向狂奔而去。而那个地方正是楚风所在的地方。因为雷霆实在太多，所以这个场面持续了有一会之后，那云层之上的雷霆才彻底消失。而当所有雷霆消失之后，人们能够看到楚风所在的方向竟有一个人，此人身上缠绕着亿万雷霆，虽然无法看清他的容貌，但那个气息正是楚风无疑。楚风他竟然还活着！人们睁大眼睛，皆是吃惊不已。那一万雷霆很快便彻底融入楚风体内，楚风的肉身也是完整的浮现在了众人的眼前。此时的楚风竟然完好无损，没有受到一丝伤害，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在那样强大的雷霆攻势下还能毫发不损？众人感觉难以置信，可实际上就连楚风自己也同样是感觉难以置信。楚风先前挑战雷劫之前，先用结界之术化作雷霆，此举根本就不是想用那雷霆瞒天过海躲避雷劫的攻击。楚风深知那雷劫有多厉害，以他的结界之术根本无法欺瞒过雷劫，尤其是那修炼至宝，楚风更是看出他是具有生命的。
如此灵性之物，就那样眼睁睁地盯着楚风。楚风怎么可能欺瞒过他？但楚风此举却也的确有着迷惑的意图。楚风伪造的雷霆也在攻击自己的肉身，甚至让那伪造的雷霆攻击自己的灵魂，让自己的肉身与灵魂都遭受雷霆攻击，甚至不没有其他缝隙留下。这样一来，等到那雷劫从天而降，就算轰击，也只是轰击到楚风的肉身，哪怕可以伤到灵魂，可也不至于夺取楚风性命。毕竟楚风的体内已经充满了正在攻击楚风的雷霆。当然，楚风也深知那雷劫的强大，尽管楚风也有化解手段，却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若不是逼不得已，楚风绝对不会主动挑战雷劫。而当楚风真正挑战雷劫之后，一切与楚风预想的一样，那雷劫极为恐怖。哪怕楚风体内已经充满了伪造的雷霆，可那雷劫还是渗入到了体内，攻击到了楚风的灵魂，并且那攻击极为凶猛。在那凶残的攻击之下，楚风甚至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不过顷刻之间，楚风就已经失去了意识。可当楚风苏醒来的时候，却发现他不仅活着，并且身上没有一丝痛楚，刚刚遭受的伤害竟然痊愈了。所以就连楚风自己都不知道为何此时的他能够毫发无损，更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对，我这身体中……忽然，楚风神色大变，他发现他的身体之中，丹田之内有了极大的变化。快看，那修炼至宝不见了！猛然间，紫星异界内的众人之中，有着指着虚空之上的云层，发出了惊呼。紧接着，几乎所有人都发现，那云层之中不仅亿万雷霆消失不见，就连那传说中的修炼至宝也是消失不见。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楚风。楚风抗住了雷劫的攻势，按理来说，他就应该得到修炼至宝，而刚刚亿万雷霆又几乎全部涌入楚风体内，很有可能那修炼至宝也是随着雷霆进入了楚风体内。实际上，众人并没有猜错，楚风之所以如此吃惊，就是因为他的丹田之内涌动着亿万雷霆。最主要的是，那个人形光芒体此时竟也在楚风的丹田之中，而亿万雷霆就如同守护者一般，围绕着那人形光芒体。想不到我竟真的成功了，我挑战那雷劫成功了。可是我是怎么成功的？楚风自己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明明他无法承受雷霆的攻势，已经快要死了呀。但不管怎么样，楚风还是欣喜若狂，因为他能够想象这件修炼至宝的厉害。于是楚风也顾不得众人那惊叹的目光，而是赶忙动用自己的感应力，投射到丹田之中，去观察那人形光芒体，想要看一看这件修炼至宝到底有着怎样的能耐。可是楚风惊愕地发现，他的感应力根本无法穿透那亿万雷霆，就更别说观察到那人形光芒体了。看来这东西很不好对付。见此情形，楚风先前还狂喜的心情顿时变得低落起来。毋庸置疑，那人形光芒体便是这紫星异界内传说中的修炼至宝。可若是无法为自己所用，就算在自己的丹田之中，那也是没有意义。就像是那颗神树种子一样，那颗种子不仅不能帮助楚风修为突破，反而每当自己体内的雷霆巨兽去炼化那神树种子的时候，二者的争斗都会导致楚风的修为下降。所以楚风知道，若是不能为自己所用的话，就算再厉害的至宝在体内也是没有意义。嘻嘻，想不到你这小鬼的体内不仅有守护阵法，竟然还有如此宝物。可就在此时，楚风听到自己的丹田之内传来了一道女子的声音，而那个声音正是自那人形光芒体所传来，并且楚风还能看到那人形光芒体正在盯着神树种子。紧接着，楚风发现那亿万雷霆竟向神树种子包围而去。很快，那亿万雷霆便来到了神树种子之前，化作无数只雷霆巨手向神树种子围攻而去。而这一刻，楚风感觉自己的丹田和灵魂都要炸裂开来，疼痛欲绝之下，便发出了凄惨的叫声。可最令楚风不安的是，他已经发现那所谓的修炼至宝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东西。它不仅具有生命，它进入楚风体内还有着它的目的，而它的目的好像根本就不是要帮助楚风，更像是要夺取楚风的力量。那修炼至宝依旧散发光芒，虽无法见其真容，可却更显神圣。而那亿万雷霆依旧威势不减，唯一的区别就是它从紫星异界转移到了楚风的丹田世界。眼下，在那修炼至宝的催动下，那亿万雷霆正疯狂地攻击神树种子，是想要将神树种子撕成粉碎，占为己有。然而神树种子也绝非等闲之辈，连楚风体内的雷霆巨兽都无法炼化神树种子，这亿万雷霆自然也没这么容易。果不其然，那神树种子遭到攻击之后，便立刻发起反攻，两股强大到难以估算的力量开始了楚风从未见过的战斗。按理来说，他们争斗本不关楚风的事，毕竟楚风丹田内的雷霆巨兽也多次与神树种子进行过争斗，他们的争斗虽导致楚风修为倒退，可却并没有遭受痛楚。不知为何，这一次那修炼至宝的攻势却让承受了如此痛苦，就好像自己的灵魂都要被撕裂一般。若非要解释的话，也许是因为那修炼至宝乃是外来之物，并且来者不善吧。忽然电光交错，雷鸣阵阵，而那震耳欲聋的雷鸣之中，更是传出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怒吼。与此同时，这丹田世界之内也开始剧烈的颤动。原来是九指雷霆巨兽御空而来。九指雷霆巨兽就好像在宣示着自己的霸主地位，出现之后直奔那修炼至宝去。九指雷霆巨兽御空而行，不仅声势浩荡，更是天摇的晃。这方世界的一切都被他们所牵动。那等威势，连楚风都感到恐惧。虽说九只雷霆巨兽乃是楚风的血脉之力，可这么多年，楚风始终未曾征服过这九只雷霆巨兽。尤其在这丹田世界之内，他们更像是万物之主，拥有主宰一切的力量。他们就是这个世界当之无愧的王，区区天级血脉也想与我抗争？我来此处
就是收服你们，你们将成为我的奴隶。可谁曾想，面对如此威势的雷霆巨兽，那修炼至宝却发出了讽刺的嘲笑声。紧接着，那修炼至宝身上的光芒开始疯狂的蠕动，就好像脱离他的身体一般。果不其然，那光芒体脱离了修炼至宝的本体，开始冲天起，脱离了修炼至宝的光芒体，就好像猛虎出笼，所有的力量都得到了释放。于是，那光芒体越来越大，竟然占据一方世界，宛如太阳一般普照天地。那光芒体的形成，使得这原本幽暗的世界都变得灯火通明。而当那光芒脱离其身体，汇集于头顶之后，那修炼至宝的真身也是浮现而出。楚风惊愕地发现，这修炼至宝竟是一个小女孩，一头金发，极为漂亮，而其五官更是精致的很。那个美丽动人的小模样，乃是真正的美人痞子。不过容颜虽美，但却非常稚嫩，所以她连少女都谈不上，的确还是一个孩子，像是一个13岁左右的孩子。正因为是一个孩子，所以她的衣着与她的外表非常不配。她所穿着的乃是一件金色的裙子，但那裙子没有属于孩子的俏皮可爱，反而尽显威严，更像是一件王袍。可楚风根本没心思顾及这小女孩的穿着，因为此时的小女孩汇集在其头顶的光芒体非常的可怕。九指雷霆巨兽每一只单体都是非常的庞大，可哪怕九指雷霆巨兽放在一起的体积，却也不如那光芒体的1/1000。不仅是这大到可怕的体积，只说其力量也同样不容小觑。那光芒体是由极为复杂的力量组成，似是至宝，但又不仅是至宝；似是血脉，但又不仅是血脉。总之，它非常的可怕，可怕到楚风只是看到它都无法自控的颤抖。那是一种远远超出了楚风所认知的力量，是一种如今的楚风只能仰视的力量。而最令楚风震惊的是，在宛如太阳一般明亮的光芒体之中，竟涌动着无数道雷霆。仔细一看，那根本就不是寻常的雷霆，而是雷霆巨兽，是成千上万只雷霆巨兽。只是那些雷霆巨兽就好像是被同化了一般，已经没有了个性分明的颜色，全部都化作了白色，与那光芒体颜色相同。若不仔细观看，还真是发现不到它们的存在，并且它们在那光芒体之内体积也变小了许多，至少与楚风这9只雷霆巨兽相比，那光芒体内的雷霆巨兽变小了1000倍不止。那些雷霆巨兽正在挣扎，显然它们很想逃离那光芒体，但它们的挣扎却是徒劳的。那光芒体就好像是一座巨大的牢笼，将那些雷霆巨兽全部困在了其中。糟了，难道说那所谓的修炼至宝要运用那光芒体捕捉我的血脉之力？见此情形，楚风暗叫不好，只用肉眼看的也知道，那修炼至宝所释放的光芒体不是寻常的力量，那更像是一个捕兽夹。只不过他捕捉的不是寻常的猛兽，而是雷霆巨兽，捕捉的乃是血脉力量。忽然间，那光芒体散发出了磅礴的吸力，吸力之强，连这浩瀚虚空都扭曲变化。而那吸力此时直奔9指雷霆巨兽而去，那个架势就是要将9指雷霆巨兽吞噬其中。而当那光芒体发动攻势之后，楚风身上的痛苦竟也是越来越难以忍受。楚风感觉自己的灵魂就快要碎裂，这种情况下，楚风就连意识都变得渐渐模糊。可忽然之间，一阵惨叫传来，是一个小女孩的惨叫，是那修炼至宝的惨叫。当那惨叫响起之后，席卷楚风身上的痛楚竟然开始消散。这种情况下，楚风的意识也是开始恢复。楚风能够看到那为攻神树种子的雷霆就好像战败了一样，正在消散。而那轮散发恐怖吸力欲要将9只雷霆巨兽吞噬掉的巨大光芒体也是有了极大的变化。在那光芒表面竟然布满了9色雷霆，那9色雷霆宛如无数条巨大的鞭子，正在疯狂地抽打着光芒体。光芒体虽然强大无比，可在那雷霆的缠绕与攻击之下，竟然剧烈颤动，且发出诡异的声音，就好像在惨叫哀嚎。而与此同时，那本体为小女孩的修炼至宝也是双手抱头蹲在半空之上，在那精致的小脸之上布满了痛苦之色，且咬牙切齿之际也是不是的发出痛苦的声音。原来是9只雷霆巨兽，此时9指雷霆巨兽的身躯比之先前竟然大了100倍，是他们释放出了雷霆，攻击着那光芒体，并且他们的身躯仍在不断变大。与此同时，他们身上所散发的威势也在成倍的增长，对那光芒体的攻势也在成倍的增长。好厉害！看到这一幕，楚风内心为之震撼，就连血液都沸腾开来。尽管早就知道自己的血脉之力厉害，却不曾想到强大了这种地步。当那修炼至宝刚刚释放出那巨大光芒体之后，尤其是亲眼见到那光芒体已经成功捕捉到了无数血脉之力后，楚风还以为自己的9只雷霆巨兽也要被其捕捉而去，自己乃是在劫难逃。可眼下来看，楚风发现自己的担心乃是多余的。那光芒体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他也不可能成功的捕捉到那么多血脉之力。但更加毋庸置疑的是，那光芒体在楚风这9只雷霆巨兽面前根本就没有一战之力，就连楚风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血脉之力竟然强大到这种地步。虽说这强大的血脉之力如今楚风根本无法掌控，可只要想一想这是他自己的血脉之力，楚风也是感到骄傲和自豪，那种得意油然而生。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血脉？这根本不是血脉之力，血脉之力不可能拥有如此力量。这小鬼的丹田之内根本就是住着9指怪物。那修炼至宝一边哀嚎一边发出这样的感慨，他的声音之中充满了无奈，充满了不甘，也充满了悔恨。紧接着他调转身形，快速地向远处飞去，是想要逃脱。只是他还未走远，一道雷霆便划破虚空，追赶而至。虽然只是一道雷霆，可那雷霆若与小女孩的身躯相比，却是真正的庞然大物。小女孩在那道雷霆面前
连蝼蚁都谈不上，简直就是一粒尘埃。只见雷霆横扫而去，虚空都碎裂开来，而那小女孩的身躯更是消失不见。那个修炼至宝已是肉身尽毁，魂飞魄散。紧接着，更为刺耳的轰鸣炸响，是那道囚禁着无数雷霆巨兽的光芒体也爆炸开来。至于那滔天威势，也是随之散去。败了，修炼至宝败得彻彻底底。眼见大局已定，那9只雷霆巨兽的身躯开始缩小，恢复成了之前的模样，随后扬长而去。至于那片战场，只是飘荡着一些碎裂的雷霆，那乃是光芒体爆炸后所残留下来的雷霆碎片。除此之外，便什么都没有剩下。难道说那修炼至宝就这样被抹杀了？我这体内的血脉之力也未免太厉害了吧？虽然争斗结束了，可楚风的脸上却一句挂着震惊之色。他已经知道，那所谓的修炼至宝进入他的体内，是为了掠夺他的血脉之力而来。但很显然，那修炼至宝失败了，不仅失败了，还因此而丧命。不对啊，我明明通过了他的考验，为何他还要抢夺我血脉之力？难道说我根本就没有通过他的考验，而是他发现了我的血脉之力，所以才没有直接抹杀于我，而是为了抢夺我的血脉之力？还有他所说的守护阵法又是怎么回事？难道父亲他真的在我的体内留下了什么不成？楚风陷入沉思。楚风依稀记得当初的是血魔尊也与楚风说起过类似的话，说他的体内有着阵法，只是血魔尊却并没有与他明说。当初楚风便思考过这个问题，当时的答案是，若是自己的体内真的有什么阵法的话，多半是他的父亲留下的。只是哪怕时至今日，楚风却也没有发现那所谓的阵法到底是何模样。不过楚风觉得，倘若自己的体内真的有着这样的阵法的话，那这阵法一定是保护自己的阵法。但是楚风并不能确定自己的体内到底有没有这所谓的阵法。虽然修炼至宝死了，不过这些东西似乎有用。楚风将目光投向了先前修炼至宝与9指雷霆巨兽所在的战场，在那里飘动着无数道雷霆，那雷霆似是碎片一般残缺不堪，但其中却蕴藏着不菲的力量，甚至暗藏修武之道。楚风觉得，若是能够将这雷霆收服炼化，也许自己的修为能够突破。只是那些雷霆虽已是残缺之物，但却依旧具备着可怕的攻击性，想要将它们炼化，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要从长计议才行。那是什么？可忽然间，楚风神色一动，他发现那片天地间散落的不仅仅是雷霆碎片，还有一道光芒体。只是那光芒体非常的小，比寻常的珍珠还要小上10倍不止。那些雷霆碎片虽已是残缺的雷霆，可最小的也是长达几十米，而最大的更是长达几千米。而这样的雷霆碎片成千上万，虽是碎片，可汇集在一起，也是形成了一大片雷霆。在那光芒闪烁的雷霆之中，发现如此微弱的光芒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就是楚风他观察力够强，否则旁人可能还真的不会发现这道光芒体。见状，楚风意念转动，便来到了那道光芒体之前。虽说楚风在这丹田世界内不是无敌的，可终究这丹田世界是属于楚风的，所以楚风只要想要观察，便可以观察到这里面的一切。楚风来到那光芒体前，仔细观察，这才发现这光芒体也是另有乾坤。它通体金色，乍一看没有特殊之处，可若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其中蕴藏着非同小可的力量。只是可惜，楚风的观察力也是有限，那光芒体有着一层保护力量，在那保护力量的干扰下，楚风只能发现这光芒体内的力量极为强大，但具体如何却无法得知。但最令楚风感到喜悦的是，这道金色的光芒体内竟有那小女孩的气息，该不会这是那修炼至宝的本体吧？难道说她的肉身被灭，从而恢复了本体？若是这样说来，那我不是赚大了？楚风欣喜若狂。虽说这光芒体比那些雷霆碎片还要难以应付，可他体内蕴藏的力量也绝对不是那些雷霆碎片可比的。楚风若是能够将其炼化，那楚风得到的收获也是非同小可。只是可惜，现在的我实在太弱了。欣喜之余，楚风又看了一眼那颗立于自己丹田之内神圣无比的神树种子，目光之中尽显无奈。先不说这颗金色光芒体，也不说神树种子，只说那雷霆碎片，都是可以用来修炼之物。只是可惜，他们虽都已是楚风的囊中之物，却因楚风实力不济，而无法将他们的力量转化成自己的力量。楚风，你没事吧？楚风少侠，你怎么样了？忽然之间，无数道声音同时映入了楚风的耳帘，楚风能够听得出，那乃是李梦月等人的声音。于是楚风赶忙将自己的意识脱离丹田世界，投射回自己的本体。这才发现，此时李梦月等人将自己围成一团，一个个的皆是用那复杂的目光看着楚风，但楚风却没有理会他们，因为楚风惊愕地发现，此时的这方天地再度发生巨变，天空之上，大地之上，无数道裂痕正在蔓延。最可怕的是，这个世界内除了他们这些人之外，没有任何生机可言。这方世界内的紫星异兽以及所有生命体全都消失了，经验和直觉都在告诉楚风一件事，这个所谓的紫星异界将要崩塌。这是怎么回事？楚风将目光投向了李梦月，见楚风一脸不解，李梦月也不犹豫，而是向楚风讲述起来。那雷劫落入楚风体内没多久，楚风便发出痛苦的哀嚎。与此同时，楚风的体内也是释放出万千雷霆，甚至还释放出与修炼至宝类似的光芒。无论是那雷霆还是那光芒，都具备着可怕的力量，这让李梦月等人无法靠近楚风。不过很快，那雷霆与光芒开始消散，而楚风也不再哀嚎。可是这方天地却是再度发生变化，虚空开始碎裂，紫星异兽开始死去。准确来说，
是这方世界的所有生物以及植物都快速的死去，就连这整个紫星异界都快要坚持不下去了，随时都会崩塌瓦解。而为何有这种变化，李梦月等人也不能够确定，但他们却觉得这变化多半是与楚风有关，因为这变化是从楚风停止哀嚎后才开始的。明白经过的楚风也是知道了为何这紫星异界将要崩塌。紫星异界的根本应该是那件修炼至宝，既然修炼至宝的灭亡了，这方世界自然也不会继续存在。楚风小友，难道你不知道为何这紫星异界会变成这个模样吗？你应该已经得到了修炼至宝吧？既然修炼至宝都被你得到了，这紫星异界自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一道非常虚弱的声音响起，乃是紫星堂的太上长老庞悠扬。这庞悠扬之前不顾楚风提醒，硬是要挑战雷劫，不仅触发雷劫，而他更是被一道雷霆击中，身负重创。虽然现在伤势稍微有所缓和，可依旧是重伤之体。但楚风却能够从他的语气中听得出来，他根本不关心楚风的伤势，他真正关心的乃是那修炼至宝是不是已经被楚风得到。根本就没有修炼至宝，那所谓的修炼至宝不过是骗人的罢了。这里只有危险，没有至宝，我与你们能够活下来已是万幸。楚风说道。根本就没有修炼至宝吗？听闻楚风的话，众人面色复杂，他们有些怀疑，但却也有些相信，毕竟他们能够活下来都是依靠楚风。若要说对于这紫星异界的了解，恐怕紫星堂的人都不如楚风。一声冷笑响起，还是那庞悠扬。楚风小友，得到了就得到了，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呢？庞悠扬用阴阳怪气的语气说道。见此情形，楚风也是面露不悦。我楚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那所谓的修炼至宝的确是危险之物，他刚刚想要索取我的性命，除此之外没有给我任何好处。倘若我真的得到了它，我定会大方承认，我有何不敢承认的？既然我得到了，就是属于我的，我还怕别人抢去不成？毕竟谁得到修炼至宝，那修炼至宝就归谁的事情，可是你们紫星堂说的。楚风对那庞悠扬说道。庞悠扬无话可说，但却依旧冷笑连连，那笑容不仅楚风看着不爽，就连在场的其他人也是有些不爽。楚风说的皆是在理，谁得到修炼至宝，那修炼至宝就归谁，这的确是紫星堂说的话，他们都可以作证。可现在身为紫星堂太上长老的庞悠扬又阴阳怪气地说这种话，明显就是惦记那修炼至宝。既然如此，那也就说明之前紫星堂所说的谁得到修炼至宝，那修炼至宝就归谁的话，完全就是在放屁，是在欺骗他们，是在利用他们。他们自然不爽。可忽然间，阵阵刺耳的轰鸣自四面八方不断传来，与此同时，无数碎片也是从天而降，这紫星异界就要彻底崩塌。楚风少侠，我们该怎么离开这里？眼见不妙，众人又将目光投向楚风。没有办法，现在楚风就是他们的救世主，只有楚风能够带他们离开。随我来。而楚风倒也没有让众人失望，大袖一挥，一层结界之力便将所有人包裹。紧接着，众人的周围便一阵摇晃。当一切稳定之际，他们已是离开了紫星异界。可突然之间，阵阵欢呼自四面八方传来，那声音震耳欲聋，突如其来之下，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定睛望去，人们这才发现，他们虽然离开了紫星异界，可他们所在的地方也并非紫星异界的入口，他们所在的地方乃是紫星堂的外面。这里汇集着来自各方的人马。虽然紫星异界已经崩塌瓦解，可是虚空之上的异象却依旧健在，那异象之上映射着紫星异界内的一切，所以紫星异界内发生的所有事情，外面的人也都是看得清清楚楚。正因如此，此时的所有欢呼声都是给予楚风的，所有夸赞与赞叹也都是给予楚风的。毕竟是楚风主宰了紫星异界内的一切，甚至还是楚风拯救了紫星异界内的所有人。眼看着楚风此时所得到的待遇，无论是玄冥世家，还是苗氏天族，以及其他势力，他们都是面容复杂。之前祖武星域一直是他们10大一气星域之中最弱的星域，当得知楚氏天族成为祖武星域霸主之后，他们一致觉得祖武星域将无药可救，将会越来越弱。如他们所料，楚氏天族的确弱得可怜，连无名一族都是远远不如，甚至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楚氏天族内竟然有着这样一个后辈，他小小年纪已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而其战力更是强大到逆天，能够凭借结界之术击败10大一气星域中的最强者星宿仙岛的岛主。但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紫星异界内的雷劫出现，紫星堂太上长老庞悠扬都是难以承受一道雷霆的攻击，可楚风却是硬生生抗下了亿万雷霆的攻击，最后还毫发无损将他们所有人拯救了下来。看着此时楚风得到紫星堂各方势力的赞扬与认可，就连他们也是觉得楚风配得上这样的赞扬，了不得呀！真是想不到楚氏天族内那落寞的祖武星域内竟然还会出现这样了不得的后辈。看来祖武星域这个已经被遗忘的星域，迟早会因为你而让圣光天河的所有人再度想起来。忽然一道声音响起，当那声音响起之后，所有人都是赶忙闭上了嘴巴。这片人山人海的天地忽然安静的有些诡异，因为这位来者乃是这里当之无愧的最强者，他便是紫星堂堂主。紫星堂堂主出现后便夸赞楚风，可楚风却是顿时眉头紧皱，不仅仅是他，就连其他人也是暗叹不好，因为在紫星堂堂主的身后跟着一群人，那群人乃是楚氏天族的众位族人，就连那伤势还并未痊愈的楚氏天族族长也被抬了出来。这样的架势让所有人都意识到紫星堂堂主乃是来者不善。